在中國江西有這樣一座山，它無需被人仰望，也不用讓人膜拜，它沒有難以企及的高度，也沒有讓人敬畏的自然環境。山下還是這種鬱鬱蔥蔥的，在這個秋日的武功山，毫無意外的又要走夜路。我們還有最後一哆嗦，好亂呀！我行，我很行，狗都能爬，萬里無雲。最后一個挑戰了，特別好看，又真絕，這顏色。但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高山草甸和云海日出，有着最受年輕人歡迎的熱度，也讓無數徒步愛好者着迷。夏天的它描繪着浪漫，秋天的它散播着溫暖，它就是武功山。现在是上午的10点50，我们乘坐绿皮火车，就是我身後這輛，然後到了萍鄉。既然已經來了，別耽誤時間，直接就開始塗。這塊沒什麼海拔的，才100多米。那個啥吧，別買太多，咱也裝不下。看看這個杆，肌肉杆。有紙嗎？給他拿點紙。吃飽喝足了，現在在登山口這兒，馬上開始我們武功山之旅。然後看眼前那邊這條路，就是通向那邊的路。剛才看到那無人機拉竹子的，就是這兒。我感覺成本好高呀，2顆竹子用一趟無人機吊一趟，這個成本夠嗎？這個，哇，你們這個吊個竹子成本感覺好高啊！拿不出來成本更高啊，沒辦法。草馬冬季，哎。我們現在正在這次反穿武功山的起點龍山村。剛才我們在村口上交了一個人10塊錢的衛生費，然後進來，這應該算是真正的起點吧。馬上就要開始這次2天1夜的徒步，讓我們一塊來看看秋天的武功山有什麼驚喜的景色。這次反穿武功山呢，我特意帶了一個新的助手，就是我手中的這塊華米的 T-Rex 3 Pro。其實之前很多次徒步都非常想購買一塊更加專業、真正懂戶外的手錶。正好這次有機會試用這款華米的 T-Rex 3 Pro， 就讓我們一塊來看看這樣一塊軍工級的硬核專業戶外手錶的表現到底怎麼樣。那我們就先來試一個最常用的功能，就是徒步導航。華米的 T-Rex 3 Pro 可以通過 Zip APP 導入2步路的軌跡路線，還可以自主的規劃路線，一鍵同步到手錶。而且它還擁有全彩的離線地貌圖和等高線圖，在山裡徒步的時候能直觀的看清楚地形，提前判斷路線的難度。就算是在信號盲區，也能獨立的完成離線路徑規劃。還新增了 CP 點提醒、上下坡路段展示等等，完全的可以擺脫手機和網絡的依賴，在戶外使用更加安心。另外呢，它還加入了外放揚聲器，支持手機連接藍牙和語音播報，甚至是播放音樂，不用在徒步的時候反覆的掏手機，可以進一步的解放雙手，更沉浸的感受到山間的風光。我們現在是在山腳下，這裡的海拔是600米，然後一會兒我們就要走到前邊那個山脊線上去。現在山下還是這種鬱鬱蔥蔥的，山頂上應該是已經黃了。11月的江西武功山的山腳下依然還是鬱鬱蔥蔥，山間的溪水，幽靜的竹林。起初的爬升強度並不大，從600米的海拔開始，我們進入了這段2天1夜的金色之旅。這上面還能隨時提示你下一個位置，就是你的 CP 點啊，或者是標記點，非常的直觀。這種特別大的石頭，然後兩邊都是竹林。你知道我這是在幹什麼嗎？我在敲竹槓，向左後方轉啊，上去，然後往左後方應該是。隨着日落，太陽也跟着柔軟下來，它穿過整片竹林，一束一束的落在腳下的落葉上，再被風輕輕攤開。時間被放慢，
連同我們一起被包裹進這份安靜和溫暖中。现在显示海拔是1077米，那表上显示是1076米。哇，这精度太高了，就差1米。现在要日落还没日落，但是现在光的话已经开始发暖了，已经不是那种白光了。所以你走在这个整个竹林里头，阳光洒在这个林间这小道上，再加上秋天的落叶，所以整个感觉特別的溫暖。看到那邊太陽了，已經特別的低了。但現在這個光灑在身上太溫暖了，在這個秋日的蜈蚣山。那邊太陽已經落下去了，然後我們毫無意外的又要走夜路，每一次仿佛不走點夜路就對不起這次徒步一樣，這不好，千萬別學，因為我們是有拍攝，會很慢，路上這個進程，但是你們要是正常走的話不會這麼慢。距離我們的今天的紮營點大概還有不到3公里，還是那句話，任何徒步它都不是有腿就行。現在我要找燈，但是我就看不見，所以我就用手錶上這個燈然後來找我的頭燈。其實我認為這樣的功能，你真要是用的時候，它就會非常好用。手錶戴在手上，就非常方便的去可以翻你的包，然後找你的東西。如果你不希望有太大的光污染的話，它還有一個紅燈的這樣的模式，它的干擾會非常少。晚上你要拍岩石的話，你用這個臨時照明也是非常有用。辛苦了。不辛苦，命苦。他們辛苦個啥？他們是出來玩的，主要的是要的是那個體驗感。總結的很到位。我們還有最後一哆嗦，剛才我一走過來的時候，這裡有個東西在飄忽的，我沒有看清。它這個指示牌我發現好亂呀，有可能原來那也是條路，但是太難走，後來這兒開發出來一條路。就這樣隨便了。對，前面就到了。就是飯店了。嗯，走，我們接着往前走了。拜拜。哎，這倆小丫頭你們不走啊？我們不休息了。對，我們打算休息了。現在它已經又提示偏航了。然後我觀察了一下 T-Rex 3 Pro 的這個地貌圖，然後再結合它的等高線，特別直觀的就能看到，其實旁邊這條路的話也是能通過去的，所以說沒必要再去翻回去，還要有下降和爬升。哇，還有好多人啊，估計還有6、7個人。我們碰上了一對同樣懵逼的，同樣速度不快的在找路線。但是呢，有一個小原則，就是不要跟着亂七八糟別的牌子走，你基本上跟着這種牌子走就問題不大。這裡紮營是收費的嗎？不收費。我就看看紮到哪兒好看一些。那兒有個平台挺好的，吃個什麼都行，熱乎的就行。熱乎湯粉啊。對。我說你倆還往前走啊？好遠啊！下載，對吧？啊，你下載就行，對，點下載。啊，這不就是你的自己的位置，然後你可以一直往下走就行。你沿着綠色軌跡走就 OK 了。吃口熱乎飯，然後一會兒找個地方紮個營。我們現在是在發雲界之巔，然後今天晚上就決定在這兒露營，帳篷已經搭好了。今天到的有點晚，所以搭帳篷比較晚。今天的天氣應該還不錯，所以我們現在準備在這兒加個機位，然後看看能不能拍到星空。蜈蚣山的晚上還是挺冷的，我估計現在應該有-5度吧，應該差不多。但是 T-Rex 3 Pro 應該是沒有問題，它剛才在操作的時候還是特別流暢，因為它最低支持-30度的低溫模式，而且它還有10 ATM， 也就是100米的防水，它可是能帶着去潛水的。不小心見到水啊，或者下雨天也應該完全不用擔心。那邊還有點月牙，所以還不是拍星空的最好的時候，所以再稍微晚一點點，等月亮完全的降下去，以後看看能拍到什麼樣的畫面。風停在草甸之上，雲退到夜色之外，星空在頭頂緩緩鋪開，這些遙遠的光跋涉了千萬年，只為落在這一刻的夜裡。
我想星空之所以迷人，可能是因為它只存在於黑暗之中，也正因為如此，才托舉起這片無邊的璀璨。哇，看看外邊什麼景色，那邊已經開始變紅了，要日出了。所有的草都被染成了金红色，然後那邊正在日出，特別好看。武功山的日出沒有鋒芒畢露的壯麗，更像是漫畫中的場景。薄霧在太陽前隱約，金色的光灑在遠處的群山和近處的草甸，整個世界像一幅正在緩慢晾乾的金色水彩畫，不喧嘩，不張揚，不熱烈，卻把陽光的溫度一點點灑在這獨屬於武功山的浪漫田園之間。这就是发云界的界碑，现在显示海拔是1628米。昨晚上我们就是在那个位置睡的，原以为早上起来可以特别方便的拍拍日出，但是没想到風那麼大。同樣的，另外一個位置就是這個位置，人家說昨天晚上就一點風都沒有，我們那兒風就呼呼的颳的。現在是9點31，然後我們收拾完了，拔了營，準備接着走。我們接着島上航。Go， 開始運動，已到達位置點。OK， 今天的爬升應該是比較大，說實話。從山底下它有一個梯度，慢慢的到這兒有個分界線，然後底下是黃的，不是底下是紅的，不是底下是綠的，是因為我睡懵，我沒睡覺懵了，我跟你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T-Rex 3 Pro 它有一個身體電量，提醒我才49%，意思就是我都沒及格，因為沒有休息好，所以身體電量的話特別的低。另外它還有全維度的運動狀態指示監測，讓我能夠在徒步的過程中根據數據更加科學合理的分析自己的狀態。今天我們幾乎一直都是走在這個金色的草原之上。雖然沒有休息好，但第二天依舊需要繼續上路。當我們真正的站上山脊，武功山的輪廓也終於完整的鋪展在眼前。草甸順着山勢起伏，像一片被秋天點燃的海洋。而從這一刻開始，我們將要持續穿梭在這連綿的金色海洋之中。然後沿着這條路，然後一直下來，現在又是一個大的爬升。我估計他不行了，但是還有10多公里。你不行了嗎？男人不能說不行，我行，我很行。海拔在悄然抬升，視野也越來越開闊。從山腳下開始的綠色向上蔓延，直到風掠過山頂，覆蓋了群山的稜角與鋒芒。這就是傳說中的狗都能爬。然後我們現在需要翻過1座山、2座山、3座山、4座山、5座山、6座山，才能到達這個地方。現在是中午的不到12點，還有10分鐘，然後到中午12點。我們現在是在海拔1700多米的地方。看我後邊這個
天空和群山之間有一条特別明显的这個分界線，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現象。可以看到上面是藍天，然後慢慢的變成了這種淺藍，然後發白，然後突然就有一條這個分界線，下邊就有點黑，然後再往下邊是山。然後我們現在距離目的地大概還有7、8公里，但是我們已經能從這裡就看到那個金頂了，看到那邊沒有？就是那個白的那個地方。然後往上一點應該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了，但是還得再走個7、8公里吧。因為今天武功山跟昨天一模一樣，也是特別的晴，萬里無雲，所以太陽光還是特別強的。這個時候呢，我的相機和手機已經基本上看不清畫面了，但是我手上的這塊華米 T-Rex 3 Pro 的這塊1.32英寸3000尼特亮度的藍寶石玻璃鏡面屏幕顯示效果依然特別的清楚。它的表圈呢是5級的鈦合金材質，所以完全的不怕汗水的腐蚀，更加的耐刮耐造亲膚。而且得益于它的这种轻量化設計吧，所以這3天佩戴下來，我基本上都是屬於無感的狀態。這兒只能用驢來運送這個物資，要不就是無人機，要不就是人工背。目前為止基本上就是沿着山脊一直上下的，不知道後邊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色。一會兒我們再往前走走看吧。哎呀，剛過了好漢坡，然後眼前這個大概這個位置就是絕望坡，我去。剛下又上，山勢依舊在反覆抬高又放低，山間的路是如此的崎嶇凌亂，這裡的物資流轉依然是更多依靠毛驢和人的雙腳，一步一步在陡坡和山谷之間往返。很難想象在信息不發達的年代，這裡的閉塞和落後，但我認為可能也只有那個時候的景色才會更加的原始和純淨。人們常說，旅行不過是從一個你待膩的地方到別人待膩的地方，但我認為不同的是，每一個這樣的地方都承載着我們那些不同的經歷。在陌生的地方看過的日落，在無名的草甸吹過的風，在寂寞的夜裡看過的星空，都會在往後很長的時間裡被反覆想起，而經歷可能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那邊山坡上可以看到的這個，從底下往上一直蜿蜒，這應該就是最後一個好漢坡，也就是最後一個挑戰。終於到這兒了。前半部分如果說是特別浪漫那種高山草甸的話，這兒基本上就是大山大河了。還沒有信號的時候，這個 T-Rex 3 Pro 的離線支付就挺有用的。支付寶到賬，OK， 20元。哦，冲上去還有5公里呢。大概多長時間啊？3、4個小時吧。衝上去路就好走了哈，之後的稍微好一點，是吧？嗯。這多少米爬升啊？1360到1710，我勒個去！走吧，這最後一個挑戰了，走。走。怕絕望了嗎？才剛開始，沒有絕望。這全是大石頭，沒路。哎，這個短時的爬升，哎，強度還是很大的。爬出來了，這到頂了嗎？這是，應該是沒有吧？那邊還有個坡嗎？我看後邊。我去，我們終於登上了絕望坡，然後這個高點真的特別好看，尤其是現在馬上就要落日。又落日了。對，又落日了。昨天就是落日，今天又要落日。落完日我們又要趕夜路。但是你看我們周圍，我靠，全是金色色的草甸，長在高山之上，然後太陽往這一照，金燦燦的。所以說
夏天武功山有夏天的美丽，秋天武功山有秋天的美丽，不知道冬天什麼樣。如果有機會的話，冬天也來一趟，看看冬天的武功山是什麼樣的。這一次，我們終於趕上眼前這幅美麗的畫面。武功山的日落不像告別，更像是一種經歷之後的撫慰。光線沿着山脊一點點退卻，把世界收進柔軟的橙紅色。草甸隨風起伏，光影在眼前流動。遠山層疊，暮色和山川逐漸形成一種難以形容的分界和過渡。沒有壯闊，沒有喧囂，只有安靜的風聲。就像是一天的疲憊，終於在此刻被世界溫柔地放下。我們距離終點大概還有個4公里左右，剛才老闆說應該還有3個小時上下吧。但是上了金頂，其實第一是遊客很多，第二景色的話和這邊差異不是說那麼大，所以金頂上可能有的時候還不如說在這邊。這跟白天看的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現在变成了落日。白天的话它是上面全是藍色的，然後在那個中間那兒的話它是青色的，再往下的話它是那個跟現在是一樣的。但是現在整個有一條線，上半部分的話是紅色，然後漸變到藍色，這麼多層顏色的過渡，真絕這顏色。經過2天1夜的使用之後 T-Rex 3 Pro 的電量還有10%，看來17天的日常續航 GPS 模式下可以連續工作86個小時，它也絕非虛標。這個成績應該是完全可以滿足我的日常使用需求。通過這2天1夜的實戰使用，我認為這塊華米 T-Rex 3 Pro 的表現確實配得上軍工級的硬核戶外手錶的稱號。它抗造的材質、可靠的離線路徑規劃，還有科學的數據監測等等，能夠擁有這塊讀懂我的幫手，我相信一定可以讓我之後更加安心地沉浸在大自然之中。你已經行走8公里，最近1公里，速度1.19公里每小时。我们现在是到的这个吊马庄，然后这儿的话还是补给还是挺全的。从吊马庄这儿呢，估计再走個1公里，從這兒看到沒有，它就可以上到金頂。然後呢，如果說你不願意再接着再上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從這兒直接徒步下山，或者是坐索道。然後那邊有個索道，徒步下山的話大概是4個小時，然後你要坐索道大概就是1個小時，然後就可以直接下山了。金頂上據說就是人多，但看着效果其實可能還不如發雲界，所以我們就決定今天就在這兒住上1晚上，然後明天就直接打道回府，不再繼續往金頂上走了。我來源以為這吊馬莊那把帳篷扎的人就特別人少，事實上我們扎帳篷時候它也是這兒幾乎沒人，也幾乎沒人經過，但是實在是沒有想到現在是12點，我們像是在把帳篷扎到了大吉裡頭。我去，挺外頭。